最初的 Lau 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博主，他的视频里没有精心策划的剧本，更多是日常，和婆婆相处，抱着凯凯，学做中国菜，在邻里之间走动。那个阶段，她首先是一个妻子，一个母亲，其次才是被拍摄的人。但随着关注度上升，变化悄然发生，视频开始被要求更有看点，情绪要更明显，冲突要更突出，文化差异要更极端。慢慢的，生活被剪辑成内容，内容又反过来支配生活。非洲媳妇这个标签本身就极具流量属性，它意味着文化反差、情感冲突、猎奇心理、讨论空间。但标签一旦固定，人就容易被困在标签里。Lau不再只是 Lau，而是被期待去扮演听话的媳妇、感恩的外来者、情绪化的母亲。一旦她偏离这个角色，质疑和指责就会随之而来。最终，现实给了她最沉重的一击，签证问题被举报，调查随之而来。不论细节如何，结果只有一个：Lau被迫离开中国。这一离开意味着什么？与年幼的凯凯分离，与家庭生活彻底中断，从在中国的媳妇变成回到非洲的人。而最残酷的是，这不是他主动选择的离开。在这一切当中，最没有选择权的是孩子凯凯。他无法决定妈妈为什么突然不在，分离会持续多久，是否还能再像以前一样被抱在怀里。对一个幼儿来说，这种分离不是理性问题，而是安全感被突然抽走。而这种创伤往往不会立刻显现，却会在成长中慢慢发酵。回到非洲后，Lau并没有消失，他开始继续更新视频，继续面对镜头。但这一次，他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，不再是在中国生活的媳妇，而是讲述中国经历的博主。他依然需要流量，因为流量意味着生存、收入、存在感。可问题是，他已经无法回到最初的位置。回看Lau的整个经历，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：正是流量让他被看见，也正是流量让他失去了一切稳定。当生活被内容化，当情绪被商品化，当家庭被放进算法里反复推送，个人就很难再为自己做决定。很多人至今仍在争论Lau有没有错，但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，他是否有真正选择的空间。在语言不完全通畅、身份高度依赖家庭、收入与流量绑定的情况下，他的每一步其实都被环境推着走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每一次点赞、转发、讨论，都在无形中推动这套机制继续运转。我们在看故事，却忘了那是真实的人生。当故事崩塌时，受伤的不是剧情，而是现实中的人。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，但至少可以肯定，当家庭被彻底卷入流量系统，风险一定会被放大。对跨国家庭来说，这种风险尤为致命。Lau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离开者，他更像是一个为流量承担了全部代价的人，被迫离开孩子，被迫改变人生轨迹，被迫继续在镜头前生存。他不是被遗忘，而是被消耗。当我们再提起他的名字，也许不该只问他现在过得怎么样，而更应该问，当流量介入家庭时，我们到底该如何保护那些最脆弱的人？在流量世界里，Lau最早被记住的身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，而是非洲媳妇、跨国婚姻样本、中非家庭代表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他就不再只属于凯凯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放进镜头里分析，他的一次选择都被赋予代表意义。而母亲这个最本能、最私密的身份，反而被不断削弱。她不能像普通母亲一样，想离开就离开，想留下就留下，想沉默就沉默，因为一旦这样做，就会被解读为人设崩塌、剧情反转、态度变化。当Lau被举报、被迫离境的那一刻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震惊，第二反应却是怎么会这样？但很少有人意识到，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。在长期的高曝光、强讨论之下，他早已站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，身份被无限放大，行为被无限解读，现实容错率被压到极低。当他不再只是一个普通外国人，而是一个被全网熟知的符号，那么任何问题都会被放大成不可承受的后果。在整个事件中，最无力的始终是凯凯。他没有选择权，不能选择母亲是否离开，不能选择自己是否被讨论，不能选择成长是否被围观，但他却成为了所有人情绪投射的中心，所有争议的情感锚点。每一次讨论都在说为了凯凯，可现实是，凯凯只是被留在了一个结果里。必须承认，
很多网友的愤怒是真实的，愤怒于母子分离，愤怒于制度与现实，愤怒于一个家庭被毁掉。但问题在于，这种愤怒往往被导向了错误的方向。有人把矛头对准Lau个人，有人把责任完全推给家庭，也有人把一切简化成他活该，而真正值得被讨论的，反而被忽略了流量机制本身。流量有一个残酷的特点，它只负责放大，不负责善后。当Lau的视频能带来关注时，它是励志的，是感人的，是被赞美的。可当问题出现时，流量不会保护他，也不会帮他承担后果，甚至会在关键时刻迅速转向、抽身、消失，留下来的只有现实。Lau并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流量改变人生轨迹的人，只不过他身上叠加了太多敏感标签：跨国婚姻、非洲女性、母亲身份、长期曝光。这些标签让他的人生比普通人更容易被吞噬。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如果没有持续的曝光，他至少可以在离境时保持体面，在情绪崩溃时不被围观，在做母亲时不被评判，而不是被迫在舆论中消失，镜头外生活，与孩子长期分离。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设想。等凯凯长大，当他看到这些视频、这些讨论、这些标签，他会怎么理解自己的童年？他会不会问，为什么妈妈离开了？为什么我的家庭被这么多人讨论？为什么我的成长变成了内容？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一个短视频能回答。表面上看，被吞噬的是Lau，但实际上被吞噬的是一个家庭的完整性，被吞噬的是一个孩子的安全感，被吞噬的是私人生活的边界，而这一切都是在看起来很热闹的情况下发生的。